玄幻大陆，神兽啪啪脚，修炼者满天飞。作为一个穿越到这里的女大学生，有时候我真的挺想报警的。穿越到玄幻世界，却给我个众佛系统，这是什么潮流混搭吗？怎么不按套路走啊？这桃子都种了3年了，怎么还没熟啊？这破系统到底管不管用？没有灵根，修炼不了就算了，连个桃子都种不成。电视机200万金币，游戏机300万金币，8块腹肌美男10亿金币。这系统商城里的游戏机、电视机，美男的8块腹肌都这么贵，我这都比我脸都干净，我哪来那么多金币啊？我上辈子没有摸过美男的8块腹肌，手感一定很好。就是他啊！有了。这些葡萄干晒得刚刚好，拿去集市上卖的话，应该能换一个铜钱。积少成多，总有一天我可以摸到腹肌。哼。我在这里苟了3年，那些害原神落难的坏人，应该把他给忘了吧？哼，主人也真是的，我可是万年蟠桃，果子怎么可能3年就熟嘛？他到底什么时候才对自己的实力有点清晰的认知？没办法，主人一向憨直懵懂。你生长周期这么长，要是哪天主人没了耐心，说不定把你砍了当柴烧。虽然我是万年桃树，但主人有金手指，只再续3个月我就成熟了。主人只要吃下桃桃，就能言出法随，一句话就能让天下雄士跪下喊爹。不必在意，黑凤祭祀是我秦家60年一逢的造化。韩月身为秦家的长女，理应作为献祭人，以身侍奉。哼！爹，祖父这是要送我去死啊！爹不会眼睁睁看着你去送死。作为献祭人，秦家除了你，不还有一个流落在外的秦悠悠吗？看看，这是多大？就这个吧。战士，来一颗上手，凡人晋升战士，好大好一两金色的，我这可都是上等来一个吧。来卖葡萄干喽，又香又甜的葡萄干，卖葡萄干喽！一个没有灵根的男人，这可是珍宝集市，葡萄干一个拿出来卖啊！切，喂，小废物，我卖的战尸丸1颗下去，凡人晋升战尸。不过前提是有灵根。哎，可惜呀，你没有，帮不了你哦。你们怎么说话呢？无灵根已经够异类了，就连最基本的长生不老都做不到。不过我的灵草可以让你老得慢一点，要不跟我买一桌，我给你打个折，1万金币就行。1万！你可真把人当成冤大头啊你！不过是个任人欺负的废柴罢了。
我坑他又怎么了？啊，切！那个，我没钱，要不你给我试吃一下呢？我们老家那边都有试吃的。没钱，你来珍宝集市干什么？修炼者都避苦，谁要买你的破葡萄干？滚！别在这扰乱市场！走吧，回家吧。啊，辟谷，不是，你们都不吃东西的。唉，看来是我失策了。我要不还是回去算了。哎，来看看吧，吃一个，好惊人啊！看，青灵峰的尹掌门和2位长老，这可是3位大肥羊啊！尹掌门，看我的，我的战士丸，你看，我的灵真的，这都是看到的好东西啊！10日之后就是咱们和南沙宗的大比了，就这小破集市，真能讨到让您破镜的宝贝吗？哎，南沙老祖这个老不死的，竟然突破了战宗大圆满呐！原本呢，我还有5成的把握，现在只有0成呀！大比若是输了，一命呜呼也就罢了，就怕这青灵宗500年的基业毁在我的手上呀！哎呀，先找找看吧。什么？我这个多北我这么神就是呀！是我家战士丸呀！青松大宝剑，对呀，那肯定是我家战士丸。青松大宝剑，我的才是最好的。这灵气就像是水分被锁在瓜果中一般，这灵气也被锁住了，泄露极少。如果我们不是战宗后期，根本察觉不到啊！宝贝，极品大宝贝啊！找，快找啊！找！战士丸，这尹掌门在搞啥呀？哎呀，这掌门今天怎么像条狗一样的闻来闻去？是啊，这青灵峰大气的很，谁家东西要是被他看上了，就要发大财了。可惜了。哎呀，你们好。来，你们要买葡萄干吗？可香可甜了。就是这个了！哎呀，找到了！站！不是，你们3位是有什么大病？对呀，这葡萄干怕是只吃1颗便可直达战宗大圆满的。对，2颗岂不是能冲击战王级？哎呀，天不亡我青灵峰啊！淡定。这小姑娘看着平平无奇。这片大陆有许多老变态喜欢敛去修为，化作烧，行走着世间。哎，这红痣1000年之字啊！前辈啊！前辈啊，应该是前辈不敢暴露自己身份。小友，这葡萄干怎么卖啊？这些葡萄干一共30万金币。30万！30万金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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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本来想说30个铜板的。我的老天鹅啊！这玄幻世界的人真是没有好东西吃吗？
我知道，这些不够，远远不够。但是我可以答应你一个诺言，只要我青灵峰能做到的，我全部答应。对。不是，这玄幻大陆钱和人情都这么好赚的吗？也不知道前辈能不能答应。那行啊，来，只有这些，都给你们。哎呀，99成起舞，小友，我青灵峰啊，绝不食言，只要捏碎这个符咒，我就立马出现。好，那我先走了，我家里还有点事。怎么回事？这就走了呀？怎么搞得都像是占了别人便宜似的？那肯定是那小丫头占了便宜啊！这就不能就是啊，他卖了30万金币。没灵根又如何呀？耐不住人命好啊！是啊，算了，有没有人见过秦家二小姐？见过没？见过没？看一看，见过的必有正常。是不是刚刚那个废柴小丫头吗？是啊，就是你看那穿衣打扮的，见过他？说他在哪儿？刚搁那卖葡萄干呢。明明一个人住在山谷里，山底下的男人却都认识他。不愧是二房的，真是下贱，连我妹妹韩月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。要不是为了黑凤献祭，需要个替死鬼，我才不来。少爷，哪来的特慢啊？刚刚明明没有的。谁在装神弄鬼？谁啊？就你，还想让我家主人当替死鬼？本姬今天就要准下你！谁说话啊？蠢货，哪里逃？我去，桃树也说话了。金牛刚，你看前一天跟我堂哥，忘了这臭熊丑男还真是我堂哥。长得还行，但远不及韩月。会是和秦烈的种，果然只配当我们大房的替死鬼。大房从前就没给袁生好脸色，今天来找我，能有好事？我不认识你啊！而且你私闯民宅，你要是再不走的话，我就拿这个大扫把把你扫出去！切，你连个战师都不是，还想赶我走？来人！带走！哎呀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秦悠悠，你命好，秦家长辈想要见你，我是特意过来找你的。跟我回去。主人怎么还不出手？我们要帮他吗？得了吧，主人那么强，他不出手一定是有他的考量，我们别打乱他的计划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再不放手，我就摇人了。哇，就你还摇人啊？摇吧，我倒要看看你摇些什么阿猫阿狗。哼，
什么妖术？秦掌门，你在哪儿呀？别躲着不出声啊！哎呦，假模假样，架势挺熟。调的人呢？遥控器啊，连只苍蝇都没有。秦掌门，你个老匹夫，坑我一个无辜小孩！切，给我绑了，带走。哎呀，好哥哥，别动手啊，我自己走嘛。哎，少在这给我套近乎，把绳子给我，我亲自来绑。哎呀，少主，少主，少主！敢欺负我的恩人！啊！玉空，你可算来了。这不是只有战王可。秦阿竟真摇来了高手。尹前辈，你终于来了。您叫我老尹就好。老尹，你可算来救我了。我堂哥想接我回家，可是我不想回那个家，那个家里没有爱。啊，懂了懂了。小友，你想让我怎么处理这个小瘪犊子呀？你是想直接干掉，还是留活口？如果选死法呢？您看要什么死法？要么是一拳打扁，要么乱箭分尸。这样，我可是你堂哥。太凶残了，我这新时代好青年接受不了了。不过不打死吧，老尹走了，指定还得来。有了。哎呀，老尹啊，来都来了，这打打杀杀的多不好啊，是吧？要不我们进屋喝杯茶？亲啊，你真以为一个战王强者稀罕你一杯茶呀？行，插什么嘴？老夫正口渴呢，喝茶好，喝茶好。来，不是，怎么杀一半不杀了呀？你不讲武德？前辈的一颗葡萄干就可以让我破镜，一杯茶说不定能有大造化。老尹，你这次可真是帮了我大忙啊！渴了吧？拿。好。可真是刻苦啊，喝个茶都不忘修炼。我这哪是刻苦，这一口茶下去，我若不及时把茶中灵气纳入丹田，怕是要爆体而亡啊！这茶况不如死啊！究竟是何等变态，才能如此鲸吞灵气而不爆体？老尹，你呢？见多识广，你说我堂哥这次要强行把我带回秦家，我该不该回啊？小友若是想家的话，下山也是未尝不可。就是我那大伯秦天一家向来和我们不对付，堂哥这次来，指定没好事。秦天不正是这次秦家派来清凉峰送礼的老小子吗？得罪大佬的蠢货，不能来往，小本子记下来了。哎呦，我呢，实力低微，他们如狼似虎，我该怎么自保呀？要不我帮你画几张符哟？那感情好啊！我去拿支笔。小友呀，我已经画了800张了，你看够不够啊？雷击符、大力符、静止符，老尹，你这些远远不够。
再来个200张。好的，我怎么感觉被做局了呢？怎么喝个茶这么久？该不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吧？黑凤献祭要给清白之女，她身子要是脏了，谁当韩月的替死鬼啊？老爷，这鸡蛋是我家走地鸡下的，新鲜的很，拿去吃吧。哎呀，好，以后再有这种好事，你喊我啊！1000张符换一筐圣品丹药级别的鸡蛋，太值了！好吃着。秦悠悠，这回帮你的人没有了吧？你，人呢？堂哥，我在这儿呢，咱们回家吧。秦家，我回来了，你们欠原主的账，是时候该算算了。二小姐长得真好看呐，不愧是天下第一美人的女儿。听说是个凡人，刚从乡下接回来。唉，同样是秦家小姐，命运可真是不公。大小姐天资卓绝，二小姐却是个没灵根的，回来怕是要死得很惨了。姓尹的也不知道抽什么风，人人都有一个灵力充沛的葡萄干，就我没有，礼物也没打回，害我秦家丢了大脸。爹，我把秦悠悠从一个战王级的高手里抢过来了。嘿嘿，让你胡说！整个凤羽国才有几个战王，秦陵峰的尹掌门就算一个。你怎么不说你打败了尹掌门，从他手里带回了秦悠悠呢？爹，我没撒谎，秦悠她坏得很。她真会游人。这就是我们的废物堂妹，一副乡巴佬的模样。妹妹，这个废柴怪得很，小心点啊！哥，这丫头一点灵力没有，小心什么？你出去一趟，怎么又蠢了一点？吃错东西了？你就是悠悠妹妹吧？来，姐姐带你去你的院子。好。秦家很大，人也多。妹妹的院子虽然偏了点，但就算再偏，院里的东西也是你在乡下没见过的。爹的，最烦装叉的人。不对，这路怎么越走越窄啊？我警告你，秦悠悠，回来了就老实待着，别去找祖父。祖父，我找了又能怎？哼，如果找，就犹如此生。魂不如丝，这就是战士高手的实力。哼，虽然只用了3分命，但足够震慑住他这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呢。哇，姐姐好厉害，我也想试试。是这样吗？哼，你一介没有灵力的凡人，就别妄想学我了。画虎不成反类犬，只会引人发笑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会是战士后期，用上法器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。他秦悠悠一介没有灵力的凡人，怎么可能做到？这发生什么事了？不知道啊，怎么这样啊？刚才动静这么大，不会已经惊动爷爷了吧？不行，不能让秦悠去见爷爷。等等，秦悠悠呢？
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他什么时候被埋进去的？姐姐，你为什么要把我压在这些碎石子底下？早知道大小姐在家中横行霸道、为所欲为，没想到竟然虐待刚归家的堂妹。好一朵芳香扑鼻的白莲花，先是故意击碎假山，闹大动静吸引人来，接着又故意被埋于碎石堆下，陷害于我。他怎么不被砸死算了？救命啊！救救我！秦悠悠为什么会被找回来？韩月是知道的呀，他为何在这关键时候闹出幺蛾子？要是惊动了家主，后面计划恐怕有变。事到如今，只能……家主听到了这边的动静，相关人等都跟我来。刚才在院子里闹出这么大动静的是你们吗？你是悠悠？是悠悠吗？爹爹，这些年你不是一直惦记着悠悠？此番儿子历经千辛万苦，终于从战王级别的高手手中将悠悠带了回来。不是你，千辛万苦的明明是我呀！悠悠，真的是悠悠，悠悠，悠悠，长得越发像你的爹爹了。爷爷看到你就想起了我的烈儿。悠悠，你看着有点害怕，你是受了什么委屈吗？没有，悠悠只是一个没有灵根的凡人，姐姐不喜欢悠悠也很正常。悠悠说的可是真的？献祭将至，不好好的修身养性，还欺负一个刚回家的妹妹，你这姐姐怎么当的？祖父，韩月没有欺负秦悠悠，假山是他打碎的，也是他自己钻进碎石堆的，他诽谤我呀！这二小姐一看就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，她怎么可能推倒假山呢？你身为献祭的人，怎么能撒出这种弥天大谎？对呀，还撒谎！我知你不愿献祭，心生不满，大可告知于我，为何要欺负弱小的妹妹？祖父，秦悠他在骗你，你别信他。你竟还不知错！还请祖父明察，就算我再不喜秦悠悠，也不会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去害她。毕竟我还有秦悠悠，替我去死！就算我再不喜秦悠悠，也不会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去害她。毕竟我还有秦悠悠。你给我闭嘴！再敢胡言乱语，看我不打烂你的嘴！祖父让你当献祭人，那都是为了你好，你却让他如此失望。大伯，您不要责怪姐姐，都是悠悠的错。天杀的秦悠悠，又搞什么幺蛾子？是悠悠惹得姐姐不高兴，悠悠不该想见爷爷。可是爷爷，悠悠好想爷爷，好想爹爹呀！悠悠，想见就来见爷爷，你知道吗？爷爷这辈子最遗憾的事就是弄丢了我的悠悠啊！家主向来沉稳，没想到也有祖慈孙孝的一面呐。对。祖父，他陷害我呀！祖父，你别信他。姐姐为何这么说？是姐姐跟悠悠说，让我一个人乖乖的待在那最偏远的小院子里，绝对不能见爷爷，否则就犹如此山。紧接着你就把那个山给拍碎了。胡说！那假山是你劈碎的。我只是一个没有灵根的凡人，我怎么拍碎的那个山呀？是悠悠想见爷爷，悠悠不依你，惹怒了你，你就把我丢在那个碎石堆里。
那碎石堆里面好黑，我好怕怕。大小姐恃强凌弱，这个不要脸吗？为何二小姐去见家主，肯定别有用心。人性啊，太丑陋了。你撒谎！姐姐，你要是没有的话，那你敢发誓吗？你当真没有威胁我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我秦寒月对天发誓，如果那个假山是我劈碎的，如果秦悠悠是被我弄到碎石堆里头去的，我天打雷劈不得好死！你劈呀！这难道是真冤枉了大小姐？这到底信谁呀？倒是个会发誓的，可惜没用。寒月，为什么连老天爷都要帮秦悠悠？老天都出来作证了，还能有假吗？你欺负手无缚鸡之力的妹妹，你还不认错？好，既然如此，那献祭铁钱，3天后一试进行。这节骨眼把悠悠找，还真当我什么都不知道。这大孙女心术不正，历练一番，何来长进？悠悠，我们走。我只能活3天了，离太贤妻的秦家女，活下来的寥寥无几呀。放心，你是我晴天的女儿，爹不会让你去送死。以为有祖父撑腰就万事大吉了，秦悠悠，你等着，死的人只能是你。悠悠，他们安排的院子你也别去住了，离祖父太远。你呀，有一个更好的地方啊，去见你的母亲和兄长吧。悠悠，我的悠悠，你们放过他，不要伤害我的悠悠。娘，那不是悠悠，悠悠她已经……哥，娘，我回来啦。妹妹，悠悠，是我的悠悠。娘，哥，娘这是怎么了？妹妹，娘亲只是太过欢喜了，她这些年想你都想疯了。当年爹爹死后，娘亲带我们回娘家胡孝国，需翻过西南蛮荒大森林。孩子们，就快到了。不料，林中却早藏了战宗后期的高手。杀！我天赋虽高，但年纪尚小，与娘亲都是战宗初期。你为了不拖累我，跳入山崖。不要！我强行进入，把实力陡然升为战宗大圆满，勉强退避，换来了筋脉寸断，丹田尽废。娘亲遭此大难，便彻底疯了。唉，悠悠，悠悠，悠悠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悠悠不怕，悠悠不怕。唉，我这一家，爹死了，娘疯了，哥哥废了，我还是个不能修炼的废物。难道就真的只能仰人鼻息活下去？当年之事尚未查清，哥哥和娘亲的公道，我必须讨回。哥，黑凤献祭，我要成为献祭人。妹妹，成为献祭人，如果没有保命的手段，是不可能从黑凤洞里走出来的。那这些够吗？竟然是战王画的符箓，妹妹，这是从哪儿来的？这是尹掌门给我的，他人可好了，他不仅把我那些葡萄干都买了，还给我画了这么多符箓。尹掌门何等大能，想不到竟然如此乐于助人。
但即使你有这些符箓，祖父也不会让你成为献祭人。你一个凡人，他不会允许你冒险的。放心吧，哥哥，就算祖父不让，也会有人想方设法的让我成为献祭人。但……哦，对了，哥哥，我是凡人，不能辟谷，我回家这么久都没吃上饭呢。咱院里有吃的吗？妹妹，快吃饭。啊，哥，你这确定不是酱油放多了？这不是油炸大便吗？酱油？那是什么？哎呀，这很难跟你解释。其实啊，妹妹，哥哥一直有个厨艺嘛，只是可惜身边大多数都是不吃东西的修炼者。哎，这还是第一次有人吃我做的饭菜，你尝尝。勇敢悠悠，不怕困难。娘，你也尝尝。来人，把毛子打扫一下。来人，把毛子打扫一下。哥，娘不是那个意思。是哥哥没有，连顿饭都做不好。哥，那家常菜哪有外卖好吃啊？是吧？来人，来了。你去帮我叫一个全都城最好的酒楼外卖。二小姐，外卖是？哦，就是让你去给我买点饭的意思。咱们这最好的酒楼是哪个？醉神楼。可是这醉神楼，这不是普通人能吃得起的，而且家主也没给过咱这个钱。哼，想不到我们秦家二房在你眼里，连顿饭都吃不成。不，妹妹，我们现在就去找爷爷。告状！啊，别啊！小的不是这个意思啊。公子心高气傲，受不得气。这些年谁敢不敬他，他就敢告到家主那儿去，因此得绰号告状公子。我也没到过都城，不知道物价。这看来一顿饭难道还得几个金币？那这些够吗？啊，金币啊！这一桌饭菜才几个银币啊，这1个月的饭菜都够了。得嘞，小的这就去给你买。哎，等会儿，酒楼嘛，肯定是要进货的。来。啊！这是我种的，你送给那掌柜的尝尝，跟他说，要是喜欢的话，我们这边可以供货。哦，明白了，我现在就去。妹妹，你什么时候种下小葱了？啊，我本来是种给娘玩的，结果她爱吃，我就多种了一点。奇怪，娘辟谷这么多年，我从未见过她进食。闺女好，闺女饱，闺女为我吃饱饱。秦悠悠这个泥腿子，回了秦家还种地。小声点，明天就是黑凤祭祀了，我们今天一定要把他带走。干啥来的？啊！婶子，我来看看妹妹。闺女顺，滚！那疯婆娘肯定不止战宗初期修为，她一甩手，手8里地，8里呀！我看这事儿还得咱爹出马才行。废物，一个疯婆娘都搞不定。接下来还是看我吧。啊！弟们，
我来串门来了。好浓郁的灵气呀！吃的是什么呀？常言道，寡妇门前是非多，连你弟妹都敢消消，看我不打烂你的脸！哎呀，我不，别！趁父亲把他引开，赶紧找秦悠悠。跪下！孽障，连你死去弟弟的媳妇你都想入非非，你的礼义廉耻被狗吃了吧？我，呸！我对这疯婆娘才没有任何想法，但总不能把真正目的和盘托出。哎，父亲，是我昏了头，你也知道，俊安和韩月的娘去世了好几年，我为了孩子着想，不想再娶，但我也是男人啊。也怪父亲考虑不周，你正值壮年，也该娶个续弦了。听闻雷家大小姐对你爱慕许久，我差人去打听打听。雷家大姑娘？是啊，爱吃生肉，那位300斤一拳一个壮汉的老姑娘，父亲孩儿瞧不上她呀。怎么？人家那也是黄花大闺女，人家实力比你强，还是雷家神兽银虎的契约人，哪件配不上你？给你个老登续弦，绰绰有余。呸！上他一屁股，坐断你！来人，把他带下去，领100鞭家法，回头再亲自给魏锦赔礼道歉。带走。既然父亲如此偏心二房，那就别怪我们心狠了。祖父，不好了，悠悠她不见了！什么？这丫头不过就是一介凡人，还不是被我一缕迷香迷倒了？你们怎么才来啊？我都困了。怎么样？还是没有悠悠下落吗？家主宽心，已命人加急搜寻，相信一定能找到二小姐。今日是秦家的大日子，长老们都看着呢，还请先专注于黑凤祭祀。好吧。作为秦家长女，这60年一遇的家族机缘，该由我秦寒月以血启之。秦家的荣耀，便是我的归途。好，大小姐，我们等你回来。不愧是秦家最有出息的后辈。是就是。寒月，好样的！我们秦家的女儿更胜男儿一筹。祖父等着你平安归来，必不负祖父厚望。妹妹，你到底在哪儿？
肯德基、麦当劳、大鸡排，阿切，好家伙，我就说我怎么睡这么久，感情是秦寒月给我下了安眠药，我这一觉醒来都进黑缝洞里了。不过这黑缝在哪儿？夜明珠发财了！哦吼，还是只秃毛鸡。这家伙皮毛跟爪子怎么都是黑色的，好丑啊！你说谁丑？你个无知的凡人！不过可以带回去赠给娘补汤喝。好走好走。对了，不过这黑凤去哪儿了？喂，你知道黑凤去哪儿了吗？大胆！你手里的正是本凤。大胆！你手里的正是在本姬长达1000年的姬手里，凤手里，还从未这么憋屈。这秦家你到底是什么变态？分明是个凡人，却恐怖如斯。凤我啊，现在真的很想哭。当年秦家先祖把我封印在此，乃甲子送一仙嫩少女为祭。本凤饿了60年，就想吃一口。喝上你那吃，我吃条胳膊腿就放出去，给点羽毛精血作为补偿。堂堂黑凤竟啄不破这凡人的皮，本凤察觉此女不简单的时候，就应该收嘴的。本凤还是太饿了呀！凤生气，凤我呀，要去见太奶了。这么多夜明珠，趁黑凤不在，撬走。当着本凤的面偷本凤夜明珠，太欺负凤了。哇，咋没声？惨叫呢？痛哭呢？哇，黑凤，什么声音？奇怪，难道是我听错了？秦幽旁边那只秃毛鸡，不就是黑凤吗？我绝对不会认错。黑凤在阵法里被压制了本体，如今窝囊模样，并非他真实的面目，但他身上狂暴的杀气骗不了我。可恶！真想知道秦幽到底用了什么方法，才让黑凤如此乖顺。好想去问他，但是我不敢呀。刚刚肯定不是我听错了，黑凤指定在这。他要是知道我把他夜明珠偷了，不得把我们都吃了。图图，我们快跑吧！图图不是在叫我吧？我才不要叫这么难听的名字啊！图图，我们快跑！怎么回事？黑凤都快被他掐断气了，为何不挣脱？难道他已经退化的连凡人都不如？不可能！刚才的威压差点把我震得神魂尽碎。图图，你放心，夜明珠是我们2个一起偷的，我是绝对不会留你这只家禽跟这里边的神兽 battle 的，我们一起走。等着吧，雷法马上就要落下来了，不然你以为我是怎么吐的呀？雷击呢？他禁止呢？他竟然就这样带我走出来了！他竟然视静止如无物，
这凡人是怎么做到的？不，他不是凡人，他必定是大能，是超越了本峰真实承载量的存在。图图我啊，真是抱上了一条巨腿啦！图图我啊，终于自由啦！不对，我这偷了不少夜明珠，出去要是被发现了，我这夜明珠根基不都得被没收了？得藏起来。嘿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不是，秦悠悠，这样式儿，黑凤出去了？不是说这洞里有先祖禁制吗？退化了。禁制尚在，黑凤的法力竟然已经可以突破禁制了吗？不行不行，黑凤强大如斯，我要尽快出去，不然收复黑凤的荣耀就是秦悠悠的。还有多久了？还不出来呀？跟前一样，是进化了多久啊？如果大小姐能从黑凤洞府中活着出来，经此一役，必定大有造化。不错，而秦天也会成为下一任家主。是啊，我们的计划天衣无缝，死了个秦悠悠，韩月就能得到黑凤赠礼，荣耀加身。嘿嘿，让妹妹成了秦家女秘书，父亲成了秦家家主，我不就是秦家下任家主了吗？前途无量，未来可期呀！哎，有人出来了啊！一定是大小姐，是她活着出来了。60年一逢的机遇，她拿到了。看来是天助我秦家呀！是啊，是啊，大小姐就是秦家的女英雄，我们太幸运了，竟能亲眼见证。是啊。哇，好多人啊！哇，好多人啊！大家早上好。妹妹，哥，等等，你是悠悠，是秦悠悠，那个刚回秦家的乡下妞。就是他，怎么会是他呀？乡下刚回来的，怎么也进黑风洞了？一脸土气，还顶着个鸡窝头，肯定是偷偷溜进去的。妹妹，你是怎么从黑风洞里走出来的？那个，我也不知道。我一觉醒来吧，我就在这里面了。哎呦，肚子怪饿的。那个大家伙，我还没吃早饭呢，我先回去吃早饭了哈。让一下。黑风洞里丢了那么多夜明珠，再不走，等着被抓不成。这为何出来的是秦悠悠？那大小姐呢？该不会出事了吧？对啊，爹，怎么出来的是秦悠悠啊？妹妹呢？妹妹怎么没出来啊？是秦悠悠，黑凤上了韩月，秦悠悠拿了韩月用生命换来的宝贝跑了呀！少爷不能进去！少爷不能进，危险！别拦我！我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我要把我妹妹接回来，再找秦悠悠算账！你们别拦我！千万不能！哥，少爷，没事。韩月，妹妹，你没事吧？秦悠出门就跑了，但黑凤却没跟他一起，也没听他向大家提起黑凤的事。难道黑凤脱离禁制后就逃了？韩月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为何悠悠也在里边呢？黑凤是秦家镇宅神兽，他已逃离禁制，不知所踪，或是秦悠悠闯下的，我不能背。方才我进入洞府时，就已经看到了悠悠妹妹。她贪玩，在长老们打开禁制的时候，便偷溜了进去。我为了保护她，所以与黑凤进行了一番缠斗，才会比她晚出来的。不愧是韩月，三言两语就把我们从绑架秦悠悠当替死鬼的事情上摘干净。悠悠那孩子，回去我会好好教育他的。不过韩月，你与黑凤缠斗，可否遇到凶险呢？黑凤毕竟是千年神兽，韩月自然是经历了一番凶险。不过，从此以后，他再也没有办法伤害到我了，因为我已经将他契约了。
我已经将他契约了。什么？什么？这黑凤被我秦家镇压了1000年，幸可桀骜难驯，就连咱秦家最强大的那位先祖也未能契约，只能镇压。大小姐竟然契约了黑凤！哎呀，这不就意味着大小姐日后的成就可能比先祖还要高吗？太了不起了呀！大小姐真厉害可是我秦天的女儿，下一任家主必定是我的了。韩月，好样的，不愧是我秦家的儿女呀！哎，黑凤呢？可否亮出来，让我们大家看看呢？祖父，黑凤的状态不好，方才我看到他时，他已经全身都秃了。也正是因为他现在如此虚弱，韩月才能趁机契约他。他现在陷入了沉睡，我无法招出。这黑凤60年前状态就不好，不过那时是小秃，现在竟然全秃了，那就让他慢慢恢复吧。韩月契约黑凤有功，祖父一定为你举办一个隆重的庆典，要昭告全城。韩月谢过祖父。秦悠悠偷了夜明珠，肯定不敢拆穿我。等庆典结束，凤羽国上下都会以为是我契约了黑凤，这样好处全归秦家大方，多好的局啊！只要黑凤别再冒头就行。多亏了我之前把这小菜园收在芥子袋里，不然图图你都没地方去。去吧，你先在这儿避避风头。这是一只什么生物？鸡否、鸭否、鹅否？不是鸡，不是鸡，大公鸡里没有这么秃的，也没有这么丑的。我是凤，我是凤。丑秃子是在求偶吗？丑剧，丑剧！主人也真是的，塞一只这样丑的过来，我们宁愿搞基。闺女回来了。娘，你又偷吃我地里的葱啊？好东西，吃了身体棒，变聪明。好吃，多吃。既然娘喜欢吃，那我就多给你种一点。好。完成系统任务，种植满院小葱，获得系统奖励一柄生锈的镰刀。生锈的镰刀，这是一把年代久远的镰刀，就是有点生锈，刀口有点钝了。如果好好打磨的话，用来收割农作物还有小葱再好不过。啊，这要用还要自己打磨啊？你有点坑了吧，系统？妹妹，这干嘛呢？磨刀呢。闺女，干啥呢？磨刀呢。哦。干啥呢，二小姐啊？哎呀，磨刀。这位是秦二小姐好，在下姓彭，是醉神楼的掌柜，也是天下第一情报机构星机阁的9长老。啊，那个，之前二小姐让我去醉神楼给您买饭的时候，带了点小葱给彭掌柜试用。彭掌柜呢，就对咱们的小葱很感兴趣，特地上门拜访。小葱灵力澎湃，绝非等闲之物。能种出这般小葱的秦家二小姐，竟然不在星机阁名单之内，她身上到底藏了什么秘密？
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们家外卖很好吃，幸会幸会。你搞错了，幸会幸会。这镰刀锈迹真够厚的，每个千年万年肯定结不出这么厚的锈。等等，千年万年，这镰刀上竟隐约有着能量波动。如果没有外面的锈迹包裹，这镰刀的能量怕是随时能震碎这院子。钱二小姐恐怖如斯，难怪能种出灵力澎湃的小葱啊！来，这边请。哎，彭掌柜，这些呢就是我们的小葱。二小姐，这些小葱我们醉神楼全都要，你想卖什么价？无论什么价我都愿意接受，无论什么价我都绝对要拿下，谁也别跟我抢。那就这个价怎么样？好吧，竟然要这么高价，算了，也是值得的。一共是100斤小葱，每斤小葱500金币，一共是5万金币。钱你收好了。5万？不是5个铜币1斤吗？糟了，钱二小姐该不会觉得卖便宜了，要后悔吧？钱二小姐，咱做买卖讲究细水长流，日后我们必是长期合作的。过几日贵府契约黑凤的庆功宴就在醉神楼，我们还会大量采购的。那感情好啊！你们以后要是需要大量供货的话，我还可以上门送货的。好，那醉神楼就等您的货了。好。赵先生，好吃啊！许久未见了啊！多客气。诸位，今日能赏光前来，老夫不胜感激。我的孙女秦寒月成功契约了黑凤，这是我秦家1000年来最大的喜事啊！好，恭喜！好，契约神兽就算最大的喜事了，有二小姐这尊大佛在，秦家才应该烧高香呢。彭掌柜，拿，我来送货了。怎劳烦二小姐亲自送葱啊？哎呀，我本来也就是想来蹭点吃的，顺路的事。后厨在这边，这边请。后厨，人类说好的只是帮忙收割小葱，你怎么把我送后厨来了？该不是要把本凤炖了？诸位高朋，今日秦家备下了美酒佳肴，与大家一起同喜同贺呀！恭喜恭喜恭喜！今日4大家族齐聚，是寒月的福气。这第一杯，谢诸位厚爱。来，好，来，请。秦家大小姐，这可真是天之娇女，未来可期啊！据说前段时间秦家找回了二小姐，她竟然是个没有灵根的凡人。秦家二小姐的父亲是秦家天赋极高的天才，母亲魏锦更是天下第一美人。没想到好竹出歹笋，可惜秦家二房的秦继月当年天资卓绝，如今也成了废人。真是啊！陆家青铜在此祝贺寒月妹妹成功契约黑凤。陆青铜，他与二房内废人多年前有一段情，他会这么好心敬我？黑凤多年未现身，相信在座的诸位也想目睹风采，大家说对不对啊？对呀，就是啊。图图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是不是知道厨房今天要放饭，特意来蹭饭的？寒月妹妹，何不把黑凤召唤出来？众所周知，
黑凤尚在沉睡。就是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就是幌子吧。凤羽国4大家族，我吃下青莲峰尹掌门所赠葡萄干后，成功契约了火狐。南宫浩安早就契约了冰蛇。而雷家那位3百级的大小姐也契约了银儿。4大家族本秦家落后，没想到秦寒月竟然契约了黑凤。黑凤实力凌驾3兽之上，秦家一下从吊车尾变成了车头。哦，是吗？神兽陷入沉睡会叫不醒。敢问秦家人可曾亲自见到过秦大小姐召唤出来黑凤呢？咱们确实没见过。既然连秦家人都没见过秦大小姐召唤出黑凤，那敢问各位，如何敢肯定秦大小姐与黑凤真正的契约了？哼，我们就断定了，难道我妹妹还能说谎不成？她可是我们秦家千年难遇的天才。既如此，那秦大小姐，请唤醒黑凤吧，就跟她说陆家火狐想要与她这个千年老友一续。黑凤，给本狐出来！哪个找死的韩本凤？是黑凤，恐怖如斯啊！不愧是4神兽之首。是啊，我的天哪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秦寒月竟真的与黑凤契约了，是黑凤的气息，他为何在此？难不成知道我撒谎，一直跟着我？寒月，既然黑凤已经醒了，那何不将她唤来？让大家一睹我们秦家神兽的威风啊！我要是能召唤黑凤，何至于此？罢了，如今只能圆过去了。祖父，方才黑凤不过是被火狐的喧闹吵醒了一瞬，他的怒火你也已经看到了。若是我强行将他唤醒，怕是这醉神楼都会被他给烧个干净。这还是别了吧。黑凤不怕火烧，咱们可受不住凤火。说的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小命要紧啊！就是呀，吃饭。有道理。那诸位，我们秦家先祖费了9牛2虎之力，才收服了黑凤。黑凤性情暴躁，凤火更是动辄烧灼千里呀。还是不要惹怒了他吧。让你看，还能不能安静如鸡了？有人喊本凤，本凤答应一声，怎么了？本凤只是讲礼貌。哼！悠悠妹妹。嗨，你找我？悠悠，我等你很久了。这充满爱意的小眼神，糟了，难不成是原主的老相好？悠悠，你还好吗？秦寒月说你在乡下过得很苦，为了活下去，甚至得出卖身体。他虽然不干净了，但娶她为妻，我应该能说服南宫家主。他这眼神我熟，是我看着菜园里小白菜的眼神。他是猪吗？把原生看作小白菜？悠悠，你姐姐契约了黑凤，如今他们要我联姻于她。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联姻的是我呢。那很好啊，
恭喜！可我不愿。如果是联姻，我希望那个人是你。啊，那不行，我未成年啊，不，成年了也不行。为何？悠悠，你知道我心里只有你。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把你和秦寒月一块迎进门。我知你在乡下的经历，你可愿做我的妻？不是啊，这不管什么位面的男人，都这么普通又自信吗？啊？没什么。我刚刚翻阅了一下记忆，秦寒月一直爱慕你，你要是不喜欢他的话，大可以明确拒绝啊。可是你却对他和颜悦色，又对我关怀备至，怎么？你同时吊着2个女孩子，是想骑牛找马？不，悠悠，我没有那个意思，我只是天生不擅长拒绝别人，这也是南宫家的家教。啊，那你家教可真不好。悠悠，你没有灵根，没有父亲，兄长残废了，母亲也……你若不找个厉害的男人，你又如何能活下去呢？等等，这个男人疯了吧？世界上哪个男人有我家主人强大？是，我是没有灵根，也没有依靠，但我也不至于嫁人啊。还有啊，我告诉你，在我们老家，让一个女孩子嫁人是骂人的话。没什么事，我走了。啊？这……秦季玉，陆家让我嫁给秦君安，你当真要视而不理？陆小姐，我已经是个废人了，你又何必如此？我操！我就说这聚会是瓜田，我哥还有这么一段。我不嫌弃你的，就算残废又如何？没有灵力又如何？就算你死了，我也会守着你的白骨过一辈子的。陆小姐，咱说好了，您别说我死了。我哥这脑回路也太清奇了吧！我这就脱了衣服，你看了我的身体，就得对我负责。小鸡不能看，大黄鸭都可以。我已经叫了人过来，等他们看到我们在一起，你就逃不掉了。你若坚持，那我就只能咬舌自尽，以护你的清白。啊，我哥这可真是钢铁直男。哼，你啊，我要是说我什么都没看见，你信吗？你们兄妹二人简直欺人太甚！啊！哥，妹妹，我会不会做错了？我若没有残废，我早就主动求娶的。可是现在，怎配？可是哥，那秦君安就配吗？秦君安配吗？不配，当然不配。就是啊。啊，而且我刚刚听堂姐说，她要跟南宫家联姻。要是秦君安也跟陆家联姻的话，以后大房势大，我们就更没有办法为爹爹和娘亲讨回公道了。哥哥知道怎么做了。
走啦。我的丹田虽然已废，但是自从妹妹回来，不知怎么回事，身体竟是强壮了不少。我一个废人，竟按住了契约上神兽的青铜。哎，雷大小姐，秦二公子啊，雷潇啊，体重300斤，今年38了，因为念着秦天，一直没嫁人。我有笔生意，不知你可愿和我谈谈？哼，你一个废人，配跟我谈什么交易？雷大小姐可知，我大伯最近有一烦恼。天哥哥有烦恼？有什么烦恼？嫁女娶媳的烦恼。天哥哥跟那短命狐狸精生的子女，不仅要跟南宫家联姻，还要跟陆家联姻。到时候他们3家合作，把我们雷家放哪儿？哼！放开我！怎样？林冲将的机密得到了吗？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啊，后厨的跟我说了，林冲酱的小葱都是秦悠悠供的。怎么可能？就秦幽院子里那些葱啊，玉还凌厉。是啊，难怪那个疯婆子疯了也能秋令。甭管秦悠悠从哪儿得到林冲种子，林冲必须属于大房。情情爱爱，卿卿我我，不如巧取豪夺。天哥哥，娇儿等不及了，就要得到你，我只能上点手段了。上！你们是何人？敢对我秦家人动手？少废话，把黑凤亮出，别受死了！既然是觊觎黑凤的人，有趣。秦大小姐还是迟迟不肯亮出真本事吗？那就别怪咱们不客气了。哪里有什么真本事？黑凤根本没有契约我。弟弟哥哥，你们撑住，我去搬救兵，很快回来。不，你，爹，我留下来也是个累赘，我也回家给你请救兵啊！你们究竟是谁派来的？你猜呀，拿钱办事。跟我说，我们作为顶尖的职业强者，非常遵守职业规范。别打脸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可怜是吧？别打脸！别打脸！救命啊！别打脸！别打脸！爹爹，我找到救兵了，是雷家人，我们有救了！哎呀，小狗狗，哎呦，好可爱的小狗狗！哎，小狗狗，你居然还动狗！真可爱啊！兄弟，认命吧！我竟然被废了！天哥哥，谁敢欺负他？不好，是萤火契约者，快逃！快走！
真是便宜他们了。天哥哥，没事了啊，小儿来救你了。爹，你没事吧？经脉尽断，虽有修复的可能，但修复经脉需要的千年冰山雪莲，除了来自极北之地的雷家，还有何人能拿得出来呀？天哥哥，你放心，只有我们两家缔结姻亲，家中族老不会阻挠我拿出镇家之宝救你。如今我已是个废人，不再适合娶妻了。天哥哥，你说什么呢？你不适合娶我，但你可以入赘呀。你若是雷家赘婿，那雷家必然不会有人拦着我。用冰山雪莲求你哦！不，爹，留得青身才不怕没柴烧。您还是嫁过去吧。恭喜雷小姐，得偿所愿。多亏天意成全。雷家竟用8抬大轿迎娶咱爹做赘婿，咱秦家大房的脸面往哪儿搁呀？小声点，以后别坏了父亲大事。拿，回家。嘿嘿嘿。秦家近日可真是喜事连连呐！可不是嘛，就是这到底算是喜事呢，还是坏事呢？可说不准。你说是吧，哥哥？爹爹，秦天意成了与我一样的废人，可不算是因果报应。不过我确实有一大喜事找您，二小姐，咱们的林葱酱供不应求，您还能提高产能吗？有多少我们都要。我也想啊，可是我们家没有田地。这不是好解决吗？城南有大片良田，且如今价格不贵，我们可全款拿下。不过那片良田有一隐患，怕是不好解决呀。隐患？妞妞，你就是彭掌柜说的那个安全隐患？这迅猛蛮牛可是3阶灵兽，实力相当于人类的战宗，这凤羽国的佣兵都不敢接的活儿。这姑娘瘦胳膊瘦腿的，行吗？我也不知啊。二小姐神秘非常，实力深不可测，我这也是想测一测她的实力。
哎呀，哦，老夫没看错吧？这迅猛蛮牛竟然退了！看来是个识时务的好牛牛。这声音是来自传承血脉的恐惧，竟然瞬间席卷了牛。这甜美声音的主人到底是何方神圣？光听声音就让牛牛我忍不住发抖，好像有一种源自血脉深处的恐惧。这下离地的牛也有了。彭掌柜，看来我们的小葱种植事业有一个很好的开始啊。是的，是的，全仰仗二小姐呀！哎呀，您可真是我们城南村的大恩人啊！村长，咱得盛情款待啊！是啊，您请放心，这土地的承包价格呀，您说了算，您说多少就是多少。请。跨度太大，转变太快，我的小心脏啊，承受不住啊！娇儿，何时把千年雪莲给到为父啊？果然还想着千年雪莲。秦季若说的没错，秦天这种哪怕打断了腿也不会老实。夫君，你可知娇儿对男人的喜好？什么喜好？我喜欢老老实实不能动。你夫君，娇儿不傻，没有男人会喜欢娇儿，你也一样。既然如此，那娇儿就废了你，这样你就能老老实实待在娇儿身边，哪儿都跑不掉。爹爹，当年他害你枉死，害儿子自废丹田，害娘亲丧失神智，但在世人眼里毫无证据。今天他竟是无辜的，如今恶有恶报，他生不如死。这是你爹爹种下的梨树。娘，你都记起来了。娘，你都记起来了。娘，好吃好吃。闺女好，闺女饱，闺女带我吃饱饱。看来咱们还是误会了。娘虽然最近修为长了不少，但神智依旧混沌不清。没事的，哥哥，我相信总有一天娘亲会记起来的。哦，对了，我最近在城南那边买了块地，哥哥，你觉得除了种小葱的话，还能种些什么呀？城南，据说那一带常年有迅猛蛮牛侵害，农户苦不堪言。那儿适合做农地吗？那个，这可是堪比人类战宗后期的神兽，怎么在帮你犁地啊？妹妹，你是不是又瞒着我做了些什么？
人呢？哎呀，昨日春雷阵阵，今日小葱的长势果然更好了。叮咚，检测到小葱种植规模扩大至50亩，奖励宿主技能书1本，请查收。技能书？哼，盼星星盼月亮，总算把你盼来了。让我猜猜是什么技能？是喷火龙战士，还是巴啦啦小魔仙变身？难不成是果冻果冻橡胶人？恭喜宿主获得技能打铁。打铁？你大爷的！哼！喂，破系统！我一个花季妙龄少女打铁，你怎么想的？你要是再这样下去，我真要报警了！请宿主24小时内尝试第1次打铁，否则技能将收回。你就拿捏我吧。好，天不伤你破系统，万古白昼如长夜。我还是回家躺平当咸鱼吧。宿主打铁成功，将获得制作手册1份。糖糖，我就知道你最懂我了。打铁，打！我是一个打铁匠，打铁本领强，我要把我的小房子打得又漂亮。哥，你怎么又穿这身衣服？金小荣啊，怎么照顾他？是二小姐，她非要穿这身衣服，拦都拦不住啊！带她换一身。不，我要打铁，穿裙子不方便。打铁？我秦正娇，身为凤羽国数1数2的大铸造师，实力如此强横，虽然身为外系，却依然能够愣生生地坐上了第9长老的位置。可到如今，我都没有一个心仪的弟子啊！苍天哪！我秦正娇诚心祈愿，下半生荤素搭配，只求一个好徒儿啊！九长老，你这是干嘛呢？这不是乡下回来的二小姐吗？你这小妮子站在我前面干什么啊？老夫正在向上天祈愿，你站在我前面，你受得住吗？那个，我这不是好奇吗？你一糟老头大白天搁这跪着，跟猴子拜月似的，我得看看动物表演。谁猴子拜月了？说吧，来我这打铁厂做甚呢？我要学打铁，我借你这些工具用一下。你要打铁呀？哎呀，就你这细胳膊细腿的，还是个凡人，你不怕让那铁锤砸着？你就借不借吧？瞧不起谁呢？我可是吸收了技能书的人。借，这里的东西你随便用啊，玩去吧。好嘞。好笑。刚学会打铁技能，
不了解这些工具属实正常，但我现在好歹摸清楚了这些工具都是干嘛的。造点什么好呢？哎，造点做农活的工具。拿个大锤打小锤。他居然抡得动灿星锤！这灿星锤可是上品灵器，没有大战师的实力，拿都拿不起来。他不仅拿起来，还抡得虎虎生风。难道他这是天生神力？啊！这是铸气真刀啊！他连灵根都没有，却能与天地产生共鸣，这是怎样强悍的铸气天赋？我以120岁才堪堪领悟了一点铸气真道，已经算是顶级天赋。他算是什么逆天天赋？哎，老天呐，你真的给我送弟子来了！哎，耗时2个时辰，终于完成了。叮咚，检测到宿主第一次答题，奖励制作手册1本。制作手册，这次让我猜猜是什么呢？是寒光凛凛的大宝剑，还是锐气逼人的大关刀？铁栅栏制作手册，学习后你将能制作坚实的铁栅栏，保护好你的田地和宅院，拦住不怀好意的入侵者。差点忘了，这就是个纯纯的种田系统。你这是一点本事都不教给我呀！呸，垃圾系统！小妮子，让我瞧瞧。这表面上看确实是个平平无奇的锤子，也对，二小姐是个凡人，无法引动天地灵气，所以打造出来的就是个凡器。这上面什么时候多了个钉子？哦，我刚刚想试试这个锤子，就找了个钉子钉上去了，没想到还挺好使的。这可是金刚木啊，凤羽国最坚硬的木头之一，耐火耐潮耐尖锐物，唯有中品灵气以上的钉子才能被钉入其中。这分明是打铁厂最便宜的铁钉，怎么就……悠悠啊，老夫用这个大锤子换你这个小锤子，怎么样？换个锤子？邱长老，你这锤子太大了，不好使，我还是用我自己的吧。拜拜哈。别，哎，这样，你这个锤子先放在我这儿用几天，老夫呢收你做唯一的弟子，怎么样？我是凤羽国最厉害的铸气师，我向没有灵根的秦悠悠抛出橄榄枝，无论是谁都要说是秦悠悠赚了。我就是一台能替他摆脱平凡的明灯啊！答应吧，答应吧！我又不傻，是老头不对劲，这么大年纪一个徒弟都没有，这说明什么？他的徒弟不好当，搞不好把我当黑奴使。不了，你还是找其他徒弟吧。再见。谢谢你给我的锤子啊，拜拜。这个小狐狸，这个徒弟啊，我势在必得。什么？老九，你是说悠悠那孩子有铸气的天赋？骗你啊！我死在你前头。实话跟你说吧，我
我呀看上你这孙女了，我势必要收她为徒。好，老天总算善待烈儿的孩子一回呀。老九，悠悠这孩子我可交给你了啊。哎呀，你别高兴得太早，你这个孙女有个性的很。我一说收她为徒弟啊，她看我那眼神跟看坏蛋一样。悠悠那孩子胆儿小，除了对我这个祖父亲昵一点，对其他老头一向如此。不过呢，你也别灰心，努力。以后悠悠只要想住气，缺什么东西，尽管从我的私库里去拿。家主啊，有您这句话，我可就放心了。这么一大片田地，得做多少铁栅栏啊？得不少铁矿石吧？就这了。哎呦，悠悠来了！哎呀，悠悠啊，你今天来准备打造些什么呀？哎，我从特殊途径进了一批好材料，你看看。哎，哇！家主藏的可真深呐，私库里居然藏了这么多宝贝，小样，看我拿不下你！可惜我都不认识。九长老，谢谢您的好意，但是呢，您这些珍宝我确实用不上。我自己带了矿石。哎呀，你个小姑娘，你能有什么好矿石？铁矿石呀！哎呀，老夫这多的是，何必带呢？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不够，不够！哎呦，丫头啊，你是个练气的新人，不知道这个材料的配比，哎，很正常。这些矿石足够你打造50把长剑了，还嫌不够？你想打一个铁城墙？铁矿石虽然不贵，但量多的话，总价还是很恐怖的。这丫头哪来的钱呢？对啊，你这些确实不够，加上我的话，应该还行。那，你带了多少？我已经从戒指袋里拿出来了，看。哎，你这是把矿山搬来了吧？这得花多少钱啊？这些田地呢，足足有50亩呢。好的栅栏的话，得要不少铁矿石。这么多的矿石，它是从哪里来的？肯定不是家主给的。秦家的钱不可一个人挥霍。二小姐是真有矿啊！这要是我图啊，以后我住气岂不是也可以大手大脚？哎，有什么矿就用什么矿，感谢苍天呐，居然给我送来这么好的徒儿！你这个要再加点水，淬炼淬炼。现在加点黄铜。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。这样一来呢，硬度也就变得高了。接下来开始锤炼。今天就先到这儿了，走啦。曾经的我痴迷于各种器物的应用，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？开始追求技巧和花哨的技能。器是给人用的，以人为本，才是炼造师的初心呢。卡在这境界这么多年，我竟然破境了！
哈哈哈哈哈哈哈！是打铁厂九长老破镜，他的筑气境界肯定又高了一个大层次。哥，你快进去二房，把二房的小葱全部偷出来，我要献给后娘，再画一张神器图纸。那个妹啊，我有点害怕，我不知道那疯婆娘在不在里面啊？哎呀！还好，疯婆娘不在。谁？谁呀？哎呀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！我就是想偷根葱啊！蠢贼！原来就是个小偷鸡啊，差点吓到你爹我。看不起本鸡，主人大人，有人偷走！你这个小鸡只会咯咯哒，咋的？你还能把那个疯婆娘摇来啊？咋的？喊我？啊！灵葱到手，明天我就去雷家求神器图纸。你们今日为何事而来？爹娘，我与哥哥今日来是来看望二位，顺便给二位献上灵葱。这是醉神楼灵葱酱的原料，蕴含灵力，可助娘亲破境。又是我鄙恨之入骨的情敌的孩子，看自己娘更快乐的。你个逆女，看你爹受苦，居然还认贼做娘！孩儿们有心了，你们的父亲在雷家被照顾得很好，你们两个不用担忧。凤羽国的家族大比很快就要到了，你们可有趁手的神器呀？娘亲，秦家九长老最近刚破境，成为了凤羽国筑气第一人。若是能有神器图纸在手，韩月定能让他为我筑气。来，这是雷家在极寒之北所得到的中品神器图纸，看在你这么孝顺的份上，够你了。谢娘亲。妹妹，这声娘亲你怎么喊得出口的呀？逆女！自从上次观摩二小姐打造铁栅了，我一举成为了筑气大圆满，差一步就是大宗师。没想到这妮子不来了，不行，我得去找九长老。九长老，留步。这眼高于顶的大小姐，我真是不愿意伺候。怎么了？九长老，这图纸上的神器，你帮我制造吧。人才还没领。秀剑，这等中品神器，老夫都不愿意看一眼。你去打铁厂随便找个人铸造就行吗？拿着。九长老，你手艺最好，我以黑凤契约者、秦家未来希望的身份命令你，这支袖剑只能你做。老夫又不是你请的劳工。好，我忍。哎呀，九长老，刚才是韩月不太懂事，这一点小心意，你且要收下。哟，3枚银币啊！哎，看来你爹卖身到雷家当赘婿，也没给你换来什么好资源。这小小的银币呀，
你自己留着另请高明吧啊！老夫还有事儿，拿着。哎呀，3枚银币，嗨，这几天二小姐扔的那些边角料都值3枚金币了，银币，哼！九长老，稀客呀，您怎么来了？哎，悠悠，嘿嘿嘿，老夫来找你串门了。嘿嘿经过这些天相处，我也知道这九长老就是个气痴，人不坏。但诡异的是，他老想收我为徒。我一个没灵根的，他看上啥了？放开我，疯婆子！哎，谁来找我家闺女啊？九长老，欢迎光临，请坐。好。那吃个苹果吧，我种的。不吃了，老夫啊已经辟谷多年了，今天找你来呀，是想让你看看我的作品。此乃岁月宝刀，这是老夫花费了5天时间打造出来的上品灵器，曾有强者出3000金币，被我拒绝了。来看看，厉害厉害，确实是件好货。如果我的丹田没有被废，用着刚好。放我以前肯定是眼馋，但现在……不过二小姐演技可真好，手中有那牛逼宝器，居然还不吝称赞一把低等大刀。怎么这疯婆子和彭掌柜竟像是对我这宝刀不屑一顾？难道他们见过更好的？不可能，风雨国不会有比我更好的筑气师，他们的眼光再高又能高到哪儿去呢？悠悠啊，像你这样的小姑娘想要防身，这种隐蔽的手镯是最好的。它不光是一件上品灵器，而且里面内藏毒针，就连大战师级别的高手都能轻易击杀。这个可以，这个我想买，多少钱？九长老居然给齐悠悠一件上品手镯，却不愿意给我造一个中品袖剑，什么主气第一人，俗人一个，呸！哎，这个可不卖，这个是留给我未来徒儿的。哦，这样啊，那我就不夺人所爱了。哎，悠悠，你当真不想当我徒弟？九长老居然要收他为徒，齐悠悠不过是一个凡人，他居然被筑气第一人看上了。不，一定是祖父在背后打点，大房可不能让二房踩在脚下。这次去雷家，我那好后娘给我的可不止神器图纸，还有祖父要怪就只能怪您自己偏心，否则孙女也不会如此狠心。哎，悠悠，你当真不想当我的徒弟？哎，彭掌柜，你什么意思呀？没什么，刚才打了个喷嚏。你当我傻是不是？我能怎么办？这是我今天听到的最大笑话，很难忍喽。九长老，你想收悠悠为徒？哎，是啊，悠悠啊是个有天赋的孩子，老夫诚心收徒。哎，季玉少爷，悠悠年龄还小，长兄为父啊，你一定能够帮他做出正确的选择。可我……九长老是风雨国最厉害的筑气师不错，可是悠悠身上谜团太多，有些甚至堪称神迹啊！他流落在外的3年，有大奇遇。
九长老，我尊重悠悠做的一切决定。他说了，打着为你好的旗号替别人做决定，是胜负情节，不可取。哥哥果然还是懂我。哼，没有收不到的徒弟，只有不够强的师傅。嘿嘿嘿嘿嘿嘿，这件宝器是老夫毕生得意之作，诸位能够看出它的品级吗？这难道是？嘿嘿嘿嘿，没错，此乃斩月匕首，是老夫花费749天，耗尽天才地宝打造而成，能够轻易破开战王级别防御的，圣器。圣器，圣器，整个凤羽国不超过5件，确实是个好东西，不错，不错，仅仅是不错吗？哎，难道不应该是完美、牛逼、绝世大宝贝吗？唉，我这也是基于客观现实啊。彭掌柜，你这口气够大的呀！那这么说，你见过更好的东西啊？拿出来让老夫看看，让我长长眼啊！这个确实不起眼，不过咱们这眼界高了，演技确实也没二小姐好，只能努力配合表演了。哈哈哈哈！九长老说的是啊，你这匕首此乃空前绝世、旷古第一神器。你这话一点都不用心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，没什么意思，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，就是没什么意思的意思。哎呀，真搞笑！二小姐岂能是你一个小小铸器师能收徒的啊？虽然你在凤羽国是铸器第一人，但在二小姐面前连根葱都不算。看见没有？看见没有？他拿脸骂我，还骂这么脏，我今天非得给你点教训不行！别冲动，别冲动，那个要打出去打啊！嘿，我老彭虽然脾气好，但最看不上这种有眼无珠的人，也不会莫名其妙吃火炮。来呀，谁怕谁！来呀！彭掌柜，冷静，冷静。鸡又没手鸡又跑了！什么鸡啊？不对，图图呢？恶毒的女人，还以为泡澡养生呢，结果皮都被烫出水泡了。怎么老是煮不熟啊？要是老母鸡，汤都熬好了。娘，你就别煮它了。虽然听不懂，但感觉图图骂得很脏的样子。这不是黑凤怎么在这里啊？他不是被秦寒月契约了吗？为何他会身上挂着葱姜蒜出现？主人，我今天差点就被吃了，我堂堂黑凤差点被吃，真鸟地方我不待了，本凤要离家出走。拦住他！拦谁？拦黑凤吗？谁拦？我拦？小爷乃黑凤，纵横天下，谁人敢拦？黑凤是秦家镇宅神兽，他不能离开。但黑凤是炼只要一爪子，我区区铸器师怕是要丧命当场，事到临头只能硬着头皮上了。这把生锈那是这是什么品阶的宝器？我堂堂铸器宗师竟然看不出来，即使厚厚的铁锈掩盖住了它的华光，我嗅几下竟有澎湃的能量波动。吓傻了吧？明白我为何说你的斩月匕首只是不错了吧？娘，你镰刀这么扔，容易伤到鸡的。要是把它刀死了，可就没有人给你抓田里的小虫了。哪一个？
指配被称作不错，结果那把镰刀你都被称为不错，已经是莫大的奖赏了。原来从头到尾走进灌田的只有我自己啊！还不够重，等养肥了再吃。你要吃我？你要吃谁？养不熟的鸡就应该吃掉，不然出去便宜别人。主人，别这样，图图不走。图图是只乖图图。算你听话。难怪他会筑起真刀，难怪他会有那把镰刀，难怪黑凤这么怕他。二小姐不是一般人呐！师傅，请受徒儿一拜。哎，啥？哈哈哈哈哈哈！那九长老，你快起来，这可使不得啊！九长老是爷爷辈儿的，悠悠再有大造化，在辈分上也说不过去啊！哎呀，怎么使不得呀？老朽虽然年纪大，可求学之心还是很年轻的呀。能够拜在你的门下，我是甘之如饴呀。先是要收我为徒，再是要拜我为师。九长老这一波不同寻常的操作，足以证明他得老人痴呆了。对待失智老人，不能直接拒绝，要委婉的解决问题，带着人道主义的关怀。九长老，既然你喜欢学习的话，也没有必要一定要拜我为师。你要是有什么想问的，你可以来问我，我答就是了。我要是答不出来的话，你也别怪我。这岂不是不如拜师，但生死拜师？哪个助祭师有这般大度？好啊！从今日起，我秦正娇就是二小姐阵营的人了。祖父，这是韩月亲手栽培的清心兰，有助于怡身养气。练功时若有这兰花在身旁的话，肯定能事半功倍。这花儿开得真好啊！可是韩月为何不自己留着，反而放到祖父这里呀？不愧是秦家家主，不好糊弄。不过雷娇儿给我的毒虫粉无色无味，我撒入泥中，即使是战王都不能察觉。这段时间，祖父为了能让我早日唤醒黑凤，备战风雨国大比，几乎将秦家所有的资源都倾献给了韩月。孙女心中感激，便想着献上兰花以表心意。你的心意，祖父收下了。他日大比，祖父也希望你能取得好的成绩。孙女定不负众望，回去修炼吧。祖父，您等着吧，大比之日就是您毒发之时。想来老夫以往对韩月太过严苛了，他可是我们秦家的希望啊。好，二小姐，您来了。他们几个能行吗？二小姐，力气啊，我们有的是。我也不是不信任，是这铁栅栏着实有点重。二小姐，您放心，他们都是建房子的好手，搬惯了重物。那行，那我给你们展示一下，你们等下跟着做就行。啊，这铁栅栏呢，重600斤，你们几个合起力来，也不一定能抬起。600斤？
看二小姐这轻松的样子，这铁栅栏也不像600斤呐。不就是个铁栅栏吗？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一个细胳膊细腿的姑娘家给看扁了。是的，尊贵的小姐，你到旁边歇着就行，这么简单的活我们来就行。行。这姑娘也太变态了！这是一个姑娘能举起来的吗？早知道就不玩大力符了。我也没想到这玄幻大陆的男人这么虚。哎呀，我这段时间靠着卖小葱，应该挣了不少钱吧？积分商城应该挺多东西能换的。 11金币可兑换一位美男，请问宿主想要兑换哪一款呢 ？A. 温文尔雅型 ，B. 阳光小狗型 ，C. 冷静硬汉型 ，D. 邪魅霸总型。嗨，那还用想，肯定是冷静硬汉型。硬汉肯定能帮我搬铁栅栏，我要选这个。主人，我是04。哇，好帅！主人，我是04。好帅！他跟我上一世养的牧羊犬好像，好想抓一把他的头发。不行，我得克制，不能像个老变态啊！你好，我叫悠悠。我知道，悠悠，我怎么会不知道？我一直在等你回来，可他回来了，却忘了我。花大价钱买的，希望有用吧。好用？救命！他还是和以前一样喜欢乱说话，欺负我嘴巴不利索，可恨。但我早已今非昔比。我很好用，不信你试试。真的？如果我有尾巴，此刻应该忍不住摇成大风车了。哇！确实不错哈，你帮我把这些铁栅栏都搬到那边去吧。行吧，悠悠。我知道我不太乐意，但我不会拒绝。都在那边搬吧。就知道会这样，我就不该信他。是这样吗？啊，对，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我操，这是人吗？这好，继续啊！这是人吗？哎呀，系统出品，必是精品。彤彤，这次请你功劳一件。二小姐，这位神人是？哦，他是我朋友04，我请过来帮忙的。哦，我调动了脑海里所有的人际关系网，都没听说过这是何方神圣。二小姐果然背景强大呀！
谦儿小姐，我们太着急了。是谦儿小姐，我们连这都办不到，咱就不收你工钱了。啊，也不全是你们的问题，也是我判断失误。你们今天搬了好几个栅栏了，已经够努力了。来，这是你们的工钱，拿着。谢谢谦儿小姐，你可真是个好东家呀！谢谢谦儿小姐，谢谢谦儿小姐，谢谢谢谢。不客气不客气哈。走吧，哎，好，慢走啊，辛苦了，拜拜。哎呀，他回来了，真好。我活了100多年，为何最近感觉力不从心？风雨国家族大比即将开始，我要尽早服下固元丹，否则大比怕是支撑不住啊！毒虫粉不过是药引，固元丹才是催命符。等到他吃下固元丹，大比之时便是他归天之日，到时候整个秦家都是我的。堂姐，你在这嘀咕什么呢？你属猫的呀？走路怎么没声啊？不知道被他听到了多少。你这吓得脸都白了，该不会是做了什么亏心事了吧？你别胡说啊，我可没有。爷爷为了家族大比的事情耗尽了心血，我得帮他。哎呀，好，好，好，妙，妙，妙啊！九长老的老人痴呆是越来越严重了。哎，悠悠，哎呀，正好你来了，我有一事请教。你在打铁的时候没有动过灵力，却也可以给宝器复灵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复灵？我啊，可能是用心吧。用心？用心？心是什么？心是灵魂啊！原来如此，我悟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九长老，您这是？嘿，我已经晋升为凤羽国第1位筑气大宗师了。悠悠，您的大恩大德，老朽没齿难忘。如果没有你的提点，我是无论如何晋升不到这个境界的。啊，这个不值一提，不值一提。以后有用到老朽的地方，尽管吩咐，不要客气啊。啊，正好我有一件事情需要您帮忙。你说，何事啊？慢走啊！叮咚，检测到宿主安装完毕50亩的铁栅栏，奖励制作手册1份。制作手册，手杖制作手册。干农活很累吧？试试制作一把手杖吧，它可以缓解您酸痛的腰腿呢。爷爷是个战宗，他身体比凡人都强不少，但是他现在年限已高，大限将至，身体机能远不如从前。那这个手杖不是刚刚好？我看看。烛龙之镰，天妖之血，混沌木星尘沙。这些好像都是玄幻大陆比较常见的材料。林子，你说是不是？哦，挺平常，对你来说的话。我想给爷爷锻造一把手杖。
这是材料清单，这上面的材料应该都是玄幻大陆比较常见的吧？您能帮我找到吗？悠悠啊，你是画本子看多了吧？这不都是传说中的材料吗？那这些都找不到吗？当然找不到啊！就算是能找到是真的，那你把凤羽国的国库都掏空了，也买不起呀！难道这些材料只有系统里有吗？烛龙之鳞9999999金币，天妖之血9999999金币。这虽然比美男便宜，但也是天价呀，要怎么办呢？九长老，来，这里是30万金币，您要不先帮我进些天才地宝，然后随便帮我做个一个什么宝器啊？那个，钱随便花，不够再管我要哈，我还有事先走了。二小姐呀，这30万金币，秦家1年的筑基材料也花不了30万呐！林思，林思。你怎么穿成这样啊？你怎么穿成这样啊？衣服脏了，洗了，没得换。你以前不是天天让我们4兄弟这么穿吗？还铁拳镇压，我们反抗都无效。衣服脏了没得换，这么烂的理由啊！这些材料系统里面太贵了，你能找到吗？你要？那我去给你弄。啊？你怎么弄？等着。这不是有衣服吗？去了这么久还没回来，该不会是出事了吧？悠悠，吃饭了啊，马上来。灵思，战髓装，男人最好的嫁妆。小样，比你追的男明星好看吧？你跟人打架了？谁在说话？怎么会有男人的声音？悠悠！睡得好香啊！哦，哥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我没听清楚。是吃饭了吗？饭菜都好了，就等你了。啊，我换身衣服就来啊。痛。你去哪儿了？怎么搞成这个样子？你要的东西。这你都从哪儿弄来的？是经历了什么很激烈的斗争吗？虽然我刚开始只把他当作工具人，但他确实有血有肉，会受伤，会流血。悠悠，你不需要知道这些。无论你让我做什么，我都会去做，哪怕是死。以后有危险的话，你要跟我说，不要自己去。这多折腾几回，人没了，
我10个亿的金币不就白花了？好，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。悠悠，我有点困了，你先去吃饭吧。悠悠心疼我了，这一世我比那4个家伙早来，我会加油的。好不容易找到了为我铸造宝器的师傅，今天就是我拿到宝器的日子，等着吧！我从雷家拿到的图纸铸造出来的宝器，一定能让九长老后悔不已。哼！你们怎么出来了？今天不铸器了吗？我宝器呢？大小姐，不是我们不为您铸器，是今天这打铁场让九长老给占了，我们都得同意。岂有此理！秦正娇能一人霸占打铁场，还把你们赶出来！我现在就告诉祖父。大小姐，我们是自愿的，毕竟二小姐给我们1人3个银币呢。这么多呢？哟，3枚银币啊！看来你爹卖身到雷家当赘婿，也没给你换来什么好资源。怪不得上次我给他拿3个银币的时候，他对我不屑一顾，原来是发财了呀！哼，那九长老一定在铸一件绝世宝器吧？应该是的。九长老最近买了很多铸器材料，有些见都没见过，贵得很。听说是二小姐请他铸器的，也不知道二小姐哪来这么多钱呢？走。怎么换这么多？一定是祖父给他钱！哼，你个老不死的！之前我去看他的时候，还说把所有家族资源全部都倾斜到了我的身上，骗子！没事儿，很好，老不死的很快就要死了。等他死透了，我看秦瑶还怎么蹦跶！哼！悠悠，你看，这是极好的3眼魔狼金盒，这一块值1万金币。还有这个啊，这是密银，是延展性极好的金属，别看这么一小块，2万金币啊！还有这个。说起铸器的时候，果然老人痴呆就好了，挺好，挺好。放心，有了这些好材料，至少能够做出一件中品的圣器了。那真是辛苦您了。您真是一个最棒的铸器师。老夫啊，现在已经是首席的大铸器师。放心，这件事情交给我。二小姐，你要打造什么圣器？准备好材料了？二小姐虽然玄妙，但年龄尚小，怕也找不到什么好材料。九长老应该信得过，反正待会儿铸器师也会看见。如果他敢说出去，就要临死把他揍一顿好了啊！我那些材料呢，都比较罕见，所以不太好找。哎呀！这是什么呀？大陆灵兽万亿，但这鳞片我从未见过，这么磅礴的威压，难道是龙的气息？不可再直视了，不然我会血流过速而死啊！哎呀，九长老，我还有呢。哎呀，不可呀！这不是我这个层次能够直视的辉光啊！哎呀！
九长老，你看我这些东西都不赖吧？哎呦，不能再看了！你是从哪儿弄来这些好东西的，二小姐啊？哎，秘密，秘密，秘密。哦，既然是秘密，我就不多过问了。这也是明哲保身的一种啊。哎，二小姐说了，筑起要用心，用心，用心。快看天上！哇啊！你瞧，哎呦，不对劲，九长老竟然真的铸造出了圣器啊！下品引小雷，中品引中雷，只有上品圣器才会引来如此大的天罚。哈，这就是传说中圣器出炉，引风云而动，照雷电而来，这也太牛了！啊，哥，你少说两句。为啥少说两句啊？这对我们秦家来说可是一件大好事啊！妹妹，你现在契约了黑凤，那神器肯定是给你用的呀，一会儿得争取啊！圣器是秦正交给秦瑶铸造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怎么会落到我手上？啊？除非秦正我死了，秦家变成我的囊中之物。唉，想不到在老夫大限将至之时，我秦家不仅出了铸器大宗师，还出炉了圣器。这对我秦家来说，到底是福是祸呀？唉。风云色变，秦家要出圣器了。天哥哥，娇儿帮你抢回来如何？秦家圣器，能者得之。这，是天雷！去看看，去看看。走走走。成了，成了！上品圣器，万玉弓，拉弓无需用箭，只需拉开以后，自动射出气箭。果然，这上好的材料在我手里还是浪费。这是我筑气生涯巅峰成就，而且成就取得全靠我的恩师秦悠悠。二小姐，您的弓。多谢九长老，这弓是上品圣器，把它送给爷爷，想必到时候凤羽会上就能胜券在握了。就是这弓长得有点秀气，和爷爷不太搭。等等！上品圣器，竟然是上品圣器！凤羽国从未出现过上品圣器。这是凤羽国第一件上品圣器，也是秦家至宝，
应当属于我的夫君秦天。不劳后娘操心，韩月亲自拿。哼！地血认主，快！啊，我。妹妹，二小姐地血认主了，来！明明花的是秦家的钱，明明属于秦家的宝器，他怎么就了滴血认主了？秦悠悠真是不要脸！秦家这没有灵根的小废物，竟然滴血认主了，真是鲜花插在牛粪上，暴殄天物。散了吧，散了吧，没意思，没意思了，散了，散了。妹妹，盛气认主，唯有主人死了才可改认。你最近少出门。好可怕呀！怎么感觉我自己像一块任人宰割的五花肉？悠悠啊，爷爷，放心，秦家定会尽全力保护你的。家主，家主，爷爷，家主。爷爷，你真的没事吗？放心吧，悠悠，爷爷的身体自己清楚得很。虽说我大限将至，但只要吃下固元丹，再撑几年没问题。老九，去把我固元丹拿来。好，我去拿。爷爷，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很臭的味道？很臭？也可能是爷爷年岁大了，身上有老人味儿吧。哎呀，不是，是一股臭虫的味道。爷爷，就是这个，快扔掉！那是你堂姐送来的，怎么会臭呢？就是这个，太臭了。固元丹来了。哎呀！更臭了，比茅房都臭。家主，这兰花有问题啊！你也不是有闲情治理花草的人啊，谁放在这儿的？是韩月啊！悠悠啊，你先走吧。没人能接受被至亲下毒谋害的打击，让他先静一静。韩月契约了黑凤，是家族未来的希望，让他好好考虑一下。爷爷，那这是给您的礼物，您拿好了，我先走啦。这手札，枉我自诩活了100多年了，连孙女送我的宝器，我竟看不出她的等级。切不可声张，我去立刻让他认主，唯恐指责生变呐。龙渊见过湖主。我竟然从
战宗后期连破4级，升级为战王高级，这神器的实力加成简直太恐怖了！战宗升战王会迎来3道天雷，直接战王高级，那天雷岂不是要强悍数倍？府主不必忧心，天道不敢罚。天道不敢罚，好大的口气呀！永渊，我请问你，我的孙女秦悠悠到底是何人？天道不敢罚之人，天道不敢罚之人。天不亡我秦家呀！妹啊，虽说咱们查到秦悠悠的家财万贯都来自城南的小松田，但咱们这么跟着他，他也不会把钱给咱们啊。怎么不会？等到我杀了他，钱和婉月宫，甚至秦家都会是我的。这杀了？你不用太狠了吧？你别废话了，秦悠悠不过一介凡人，哪里配得上婉月宫？就算我们不杀他，也有别人来杀他。可是秦悠悠去哪儿了？刚才他还在咱们前面走着，怎么一下子一眨眼人就没了？这铁栅栏又是什么鬼啊？我这袖剑可自动追踪击杀目标，杀意随心起。秦悠悠，休想逃！去死吧，秦悠悠！妹妹，你没事吧？秦悠悠她有病吧？这等看不出品阶的宝器，她做成铁栅栏，这可能是圣器，她为什么会有生气？哪来的为什么呀？人家有钱，找酒长老做的呗。哼，秦正江。真好啊，秦正江！等我杀了秦悠悠，我倒要看看，到时候当谁的舔狗去！妹啊，干什么？现在不是杀谁的时候，我们怕是要小命不保了。柳金、迅猛、蛮牛，相当于人类战宗后期的实力了。愣着干嘛？跑啊！这废物，我忍得很久了。看在你是我亲哥的份上，给你一次最后为我付出的机会吧。妹妹竟然背弃我，罢了，若有来世，指望我别和秦寒月扯上任何关系。停！没什么事了，牛牛，玩去吧。秦君安，过来。吃下这桃子后，所有人都似乎变得非常听话。这难道这就是言出法随？夺取山奥，与战王交好，进入黑风洞却安然无恙，能种植蕴含灵力小葱。我究竟是多迟钝，才觉得秦悠悠是个运气好的废物？死还是活？求堂妹饶寒月一命！
行吧。哥哥，你既然为我而死，我必然要逃出去。总会，那个不好意思啊，我也没想到我下手会这么重，没想到这婉月宫这么厉害。就是啊，大小姐又是二小姐，这不可能。这怎么可能呢？大小姐为何要杀二小姐？都闭嘴！圣王威压，家主威压，家主赵王高级了。秦居安，你说，回祖父，是真的。孙儿和韩月本想跟踪堂妹，想半途杀了她，夺取婉月宫，不成想遭遇高阶蛮牛。是堂妹，是她救了我们。居安，秦寒月罪无可赦，死罪可免，但活罪难逃。今日将你二人逐出秦家，永世不得踏入秦家半步。三思啊，家主。是啊，秦寒月毕竟是黑凤的契约者呀。黑凤可是镇宅之宝，怎可让他带着黑凤一起被逐出家族？是啊，是啊，这……哎呦，是啊，这怎么可以呀？你说说，主人救我！今晚就是小鸡炖蘑菇，这鸡现在还不够粉，咱们养2天再吃啊。长老，这不是？不用，我自己跪。都给我把嘴闭起来！咋了？你们这是都要吃黑凤啊？他刚才说是黑凤，妹妹手中这猥琐的脱毛鸡，该不会就是黑凤？确实，娘把它炖了无数次，从来没熟过。秦居安，秦寒月，将他二人逐出秦家。你们几个可有意见？没有意见。另外，悠悠已经身怀婉月宫，我们秦家上下务必尽全力保护他。对于此事，不可有一丝一毫的泄露。你们可都听清楚了？清楚。我等是二小姐。这些人总算长眼睛了。怎么总感觉有哪里不太对劲？他们何必行此大礼？我只是平平无奇的秦家二小姐。你们说是吗？